司机每次开车送我去公司，都会带上自己的小女友。看在顺路，我一直没说什么。直到有次我打开车门，竟看到后座专位上贴了一张纸条。这是怎么回事？你不识字吗？天天就知道蹭我男朋友的车，要不要脸？打不起车就别出门。最讨厌你这种蹭车的穷屌丝。男人活成你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司机立马跑到我旁边，小声解释道：“老板，不好意思，我女朋友以为这车是我的，她性子比较清高，不喜欢和别的男人同坐一辆车。这样吧，我先送她，等送完了她再来接你。”说完，司机开着我的车扬长而去。我站在原地，默默拨打了报警电话。你好，有一男一女抢走了我的车，麻烦你们尽快出警。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身为上市集团的公司老总，竟然会被人指着鼻子骂蹭车狗。关键那辆车还是我的。报警后20分钟，一辆警车停在了我面前。王队长还没来得及询问抢车的具体情况，司机李志刚就开着我的宾利火速赶来了，然后迅速下车，脸色煞白道：“陈总，这是怎么了？怎么还报警了呢？”民警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问：“你就是陈先生说的那个未经允许就抢他车的人？”一听这话，李志刚瞬间就慌了。不是，警察同志，都是误会，我是陈总的司机，每天都给陈总开车的，刚刚就是顺路送个人，耽误了几分钟，不存在什么抢车的问题。说着他又指了指我的车子，陪笑道：“你们看，我这不第一时间把车开过来了吗？”民警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问：“陈先生，这事您还要追究吗？”我正打算开口，李志刚突然压低声音在我耳旁卑微击求道：“陈总，看在我爸给你开了几年车的份上，你饶了我这一回吧。你也知道，我爸身体不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个女朋友，就是为了完成我爸的心愿。我刚刚那样做，实在是为了稳住我和我女朋友的恋情，没办法呀。”听李志刚提起他爸，我心里确实软了一下。老李给我当了6年司机，老实本分，开车稳当，从来不惹事儿。6年里，他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违规。逢年过节，连我随手给的红包都要推辞半天。3个月前，老李突然查出肺部有问题，需要长期休养，才不得不辞了这份工作。临走那天，他站在我办公室里，搓着那双粗糙的手，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后才一脸难为为情地说，自己的儿子李志刚刚丢了工作，要是公司方便的话，能不能给个机会。老李这人老实了一辈子，从没求过人，那是头一回。我看在他的面子上点了头。李志刚来的头2个月确实还行，虽然不是那种让人特别省心的司机，但至少该做的事儿都做了，接送准时准点，车也洗得干净。可从上个月开始，情况就变了。那天李志刚来接我的时候，副驾驶上突然多了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我一脸不解。李志刚急忙在下车给我开门时轻声解释：“陈总，这是我女朋友许倩倩，她工作的地方跟咱们公司同路，我就顺路带她一程。”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顺路带个人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后来我渐渐感到了不对劲，所谓的顺路变成了每天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每个早上，李志刚都是先接了许倩倩，再来接我。最开始许倩倩只是喜欢在副驾驶上拍拍照，发发视频，跟人炫耀她坐上了宾利，这我也可以理解，小女孩嘛，有点虚荣心很正常。可让我不理解的是，许倩倩每次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厌恶和嫌弃，就好像我欠了她几百万似的。有几次，她甚至在我上车后，对着我坐的方向狂喷香水，连连抱怨：“烦死了！这么贵的车里，怎么总有一股子廉价穷酸味儿？”我以为她是真的闻到了什么异味，还特意叮嘱李志刚把车子带去好好清洗消毒。结果他却越来越夸张，要么在我下车后对着我坐过的座位消毒，要么直接在我的座位上垫一次性坐垫。面对我的质问，李志刚总是在私下解释：“陈总，倩倩也是担心车子不干净会弄脏你的衣服，所以格外注重卫生。”对此我也没多想，毕竟我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几个亿的项目在手里转，实在没精力跟一个小姑娘计较这些。直到今天早上看到我常坐的座位上贴着的那张纸条，我才恍然大悟，许倩倩这是把我当成蹭车的了。本来我是打算给李志刚和许倩倩一个教训，但现在李志刚一个劲儿的在我面前苦苦哀求：“陈总，我今就跟倩倩说清楚情况，以后再也不顺路接送她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看在我爸身体不好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吧。”想到老李，我叹了口气，算了，不追究了。民警离开后，李志刚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连声道谢，态度好的不得了。我没再说什么，上了车，让他送我去公司。那天之后，李志刚确实老实了一阵子，每次来接我的时候，副驾驶上都没了许倩倩的身影，车里也被打扫过了，那张纸条的痕迹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他开车依旧平稳，没什么问题。唯一做的不太好的就是他总迟到，每次都有借口和理由。陈总，
不好意思。陈总真对不起，今天路上有个车祸堵了一会儿。陈总真对不起，我闹钟没响，睡过头了。陈总，我家水管漏水了，一直在跟楼下调节，所以晚了点。虽然每次的理由听上去都有点牵强，但看在他态度还不错的份上，我也没太计较。直到一个周末，我临时起意想去郊区的别墅住2天度假。你现在在哪儿？我要去个地方，你开车过来接下我。结果他支支吾吾半天才小心翼翼道：陈总，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车子爆胎了，现在正在汽修店修车呢。工作人员说得明天才能修好。您是要去哪儿？要不我给您叫个车吧。算了，我自己打车吧。挂断电话后，我打了辆车去郊域别墅。可到达别墅门口后，我愣住了，因为我的宾利正完好无损地停在我的别墅门口。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好几秒，确认那就是我的车后，立即加快脚步走向别墅大门。门是虚掩着的，我伸手推开，看到这一幕，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这别墅是我买来专门度假小企用的，里面的装修和家具都花了我不少心思，我平时都小心翼翼养护着，现在却被眼前这些人糟蹋得不成样子。我扫视全场，发现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坐着许芊芊，她的身边围满了一群男男女女。芊芊姐，你命可真好，竟然找了个这么有实力的男朋友。是啊，不仅有钱，还对你这么好。你说一句想吃烤红薯，他就立马屁颠屁颠去买了。以后你当上了富太太，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许芊芊被夸得嘴角高高翘起，她刚想说话，却在抬眼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她笑脸一沉，踩着高跟，趾高气扬地走到我面前。你个臭屌丝，竟然跟踪我到了这里！现场的人也纷纷瞪大了双眼。芊芊，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那个蹭车狗，蹭我男友的车还不够，现在竟然还想过来蹭我男友的房子。我就说嘛！我不敢置信地看着许芊芊，谁告诉你这是李志刚的房子？许芊芊嗤笑一声，当然是他亲口说的。你这个穷酸狗，前世没见过美女是吧？看我长得好看，就想方设法来接近我，天天蹭我男朋友的车，故意制造跟我相处的机会还不够，现在竟然还跟踪我到我男朋友的别墅里来。我告诉你，我许芊芊爱的男人只会是像我志刚哥哥那样开豪车住别墅的高富帅大总裁，像你这种臭屌丝，我多看一眼都嫌恶心，赶紧给我滚出去！志刚哥哥接送你上班，完全是看在你是他公司职员的份上，不想跟你斤斤计较。你别给脸不要脸！李志刚竟然是这么跟许芊芊说的，难怪许芊芊之前对我态度那么差。原来在他的认知里，李志刚是开豪车住别墅的公司老总，而我是李志刚手底下的职员，所以许芊芊一直认为是我天天蹭李志刚的豪车，还妄想以此引起他的注意，太荒唐了。你们知道这个穷狗有多不要脸吗？看着顺路我一直没说什么，天天赖在我男友的车上，怎么撵都撵不走，皮厚的跟城墙一样。我特意贴了个纸条，叫他以后不要再坐我男友的车，结果他气急败坏，报警说我男友欺压员工，得我男友为了公司名誉着想，不得不每天提前送我去公司，再单独折返去接送他。我活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底层穷鬼。我猛地瞪大双眼，难怪这段时间李志刚每天接送我都会迟到，原来是偷偷摸摸先单独接送了许芊芊再来接我。好一个李志刚，既然你把我当傻子玩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当场拿出手机拨打了法务部的电话，赶紧带人来我桃花源记的别墅。我还没说完，许芊芊直接一把抢走我的手机，狠狠摔在地上。你这个穷鬼怎么这么能装呢？还你的别墅，这是我男朋友的。许芊芊的朋友们也纷纷朝我鄙夷唾骂，果然是个不要脸的底层穷鬼，真以为自己是李总的职员，就能把李总的房子车子都当成自己的了，真是恶心。当着芊芊的面都敢以李总的东西来装逼，这废物真的没救了。芊芊，你脾气还是太好了，要是我碰到这种屌丝男，我早叫人撕烂他的嘴了。听着那些人的话，许芊芊底气更足了，她伸手一把揪着我的衣领，听见了吗？大家都嫌你这个废物恶心呢。说着她突然看向我的脖子，目光一亮，你这玉佩项链一看就不便宜，从哪儿偷来的？话落，她用力一拽，直接把我的项链狠扯下。许芊芊的动作又快又猛，我根本来不及反应，项链就到了她手上。把项链还给我！见我突然紧张了起来，许芊芊冷笑着看向了我。哟，这么紧张，看来这项链价值不菲呀。它不值钱，但对我很重要，快还给我！这玉佩项链是我妈用命给我求来的护身符。我自幼体弱多病，4岁那年病危住院，昏迷不醒，医生都叫我爸妈准备后事了。我妈难以接受，特意去寺庙为我祈福。为表诚心，她在40度高温的炎热夏天，一步一叩首，一路从山脚跪拜到山顶，跪到意识模糊，才求得这条玉佩项链。或许是苍天都被我妈打动了，一直昏迷不醒的我竟奇迹般苏醒了。
但我妈却因此一病不起。临死前，我妈将项链交到我手上，叮嘱我一定保管好它。我万分珍惜这条项链，从小就随身携带它。它是我妈用命换来的东西，更是我的逆鳞，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你越想要，我就越要毁掉它。不等我碰到，许倩倩将项链往地上用力一摔，伴随着一道清脆声响，玉佩四分五裂，一块块碎片洒落缅地。眼看着我妈用命换来的玉佩就这样碎了，我心如刀绞，难以呼吸。你就是个畜生！我忍无可忍，直接一巴掌扇在了许倩倩的脸上。死穷鬼，你敢打我！许倩倩捂着脸，尖声大叫了起来。给我狠狠教训这个废物！谁教训的最令我满意，我就给谁100万！许倩倩的朋友们顿时双眼发亮，对着我拳打脚踢。还敢打倩倩？人家马上就要成为全盛集团的总裁夫人了，就你也配？就是，不过是摔碎了你条项链而已，你至于这么激动？你个穷逼，还敢打倩倩！我被打趴在地，气得浑身发抖。你们会后悔的！笑死！倩倩男朋友可是全盛集团的总裁，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们后悔？就是像你这种没用的底层废物，都混到蹭别人的车子房子了，还有脸威胁我们？那些人将我死死摁在地上，肆无忌惮嘲讽羞辱我。后悔？我长这么大都还没后悔过，我就等着看你这废物能让我怎么后悔！话音刚落，一辆辆豪车疾驰而来，停在了别墅门口。突如其来的豪华车队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许倩倩等人纷纷停下手头动作，转头朝门口望去。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连衣裙、戴着金丝眼镜、留着一头卷发的女人，正是我的法务部总监苏寒月。她身后跟着20多名法务部的员工，还有几名专业的安保人员，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文件袋和执法记录仪，气势磅礴，瞬间将整个别墅门口围得水泄不通。看到这一幕，许倩倩的朋友们都呆住了，一个个张大嘴巴，不可思议地议论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看这阵势，该不会是冲着哪个大人物来的吧？还用说，肯定是李总的杰作。今天是他第一次带倩倩姐回家，可不得搞个郑重的欢迎仪式。许倩倩以女主人的姿态上前，看向苏寒月等人。请问你们是什么人？突然到访，是有什么事吗？苏寒月没有理会许倩倩，她目光快速扫过客厅，当看到打趴在地上头发凌乱的我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她快步走上前，弯腰扶起我。陈总，你没事吧？听到这话，刚刚还满脸期待的众人顿时傻了眼。陈总，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他竟然叫这个废物陈总！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这废物就是我们倩倩姐男朋友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天天蹭车，满脑子想着怎么勾引老板的女朋友。就是啊，这种只会赖在别人车上的癞蛤蟆，可跟总字不沾边儿。我说各位，你们最好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某些废物给骗了。放肆！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刀，干脆利剑地切断了现场所有的嘈杂。在众人的惊愣下，他一字一顿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全盛集团的总裁陈凡。真是越说越离谱了，演戏演全套啊！他要是全盛集团的总裁，那我们倩倩姐的男朋友是谁？你们就算想演戏，也演得靠谱一点啊！找个理由骗人也得打听清楚吧。偏偏踢到铁板来演我男朋友的身份，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全盛集团总裁李志刚的女朋友？李志刚，那不是陈总的司机吗？司机？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男朋友怎么可能是司机？他在全盛集团呼风唤雨，他是身价100亿的总裁，他是全盛集团的总裁，是这废物的老板，他只是给志刚哥哥提鞋动配的打工仔。苏寒月冷笑一声：蠢货！把现场保护好，所有损坏的物品都拍照取证。另外，把这些人都控制起来，不准任何人离开。是，苏总监。你们干什么？我警告你们别过来！我男朋友是李志刚，全盛集团的总裁。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就是李总对我们倩倩姐可好了，你们敢惹我们倩倩姐，就是在跟李总对着干。你们这群演员别不知好歹。就是，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等李总来了，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倩倩姐，快给李总打电话，让他带人过来，看这群人还敢不敢嚣张。愣着干什么？快打电话呀！志刚哥哥，你快来别墅，有人在这里闹事，还说要控制我们，不让我们走，你快带人过来！倩倩，什么情况？你说清楚。就是之前一直蹭你车的那个废物啊，他突然出现在别墅，还叫了一群演员来演戏，还胡说八道，说他是陈总，你是他的司机。志刚哥哥，你快来，我好害怕。电话那头听到这话，顿时沉默了。志刚哥哥，你听到没有？你怎么不说话？你什么时候过来呀？倩倩，我现在就过去，你先别跟他们起冲突，等我到了再说。好，我等你。你们等着，志刚哥哥马上就过来，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死。陈总，要不要先处理一下伤口？等李志刚来了再说。装，继续装，等志刚哥哥来了，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倩倩姐，等李总来了，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就是敢擅闯李总的别墅，虚张声势来吓唬我们，这不明摆着太岁头上动土吗？放心，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我会让志刚哥哥好好的收拾他们。收拾我们？就凭李志刚一个小小的司机？嘿嘿，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男朋友才不是司机，他开的是宾利，住的是大别墅，他怎么可能是司机？我看肯定是你想帮陈凡这个废物来挑拨离间，好让他趁虚而入。我告诉你，我许倩倩爱的只会是像志刚哥哥那样坐拥百亿集团的大总裁，像陈凡这种一无所有的小职员根本配不上我。外面的宾利是陈总的，这别墅也是陈总的，李志刚不过是陈总雇来的司机而已。你放屁！要是这一切都是这个废物的，那他为什么要天天蹭我男朋友的车？蹭车？我坐我自己的车算什么蹭车？李志刚每天来接送我是他的工作职责。至于他为什么跟你说他是总裁，为什么带你来看我的别墅，你最好问问他自己。你们少在这里一唱一和动摇我的军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看到志刚哥哥马上就要来了，你怕自己彻底没机会，所以故意想趁他来之前胡言乱语挑拨离间。你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所以联合这些人来骗我，你好趁机上位。没错，你就是看上了倩倩姐，又比不过李总，所以故意雇人来演戏，想横插一脚。等李总来了，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有多可笑了。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门口。李总，你总算是来了。陈凡这个废物，请了一群演员过来演戏，故意在这吓唬人。对他们说陈凡才是全盛集团的总裁，你可得给我们和倩倩姐做主啊，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演员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总裁。李志刚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扫过客厅里的狼藉，最后目光落在地上碎成几块的玉佩上，看到那块碎掉的玉佩，他的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那块玉佩他是认识的，老李叫他来接班时曾认真叮嘱过他，这是我母亲用命换来的遗物，我随身带了20多年，无比珍视。可现在它碎了。志刚哥哥，你可算来了！这群人欺负我，你快点叫人把他们抓起来！尤其是他们两个，非说你是司机，还说你开的车是那个废物的，这别墅也是那个废物的，你快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志刚哥哥，你怎么了？你说话呀！陈总，求求你帮帮我，就帮我圆个谎，在倩倩面前假装我是总裁，您是我的职员，就这一次，求您了。你也知道我爸身体不好，他一直盼着我能找个女朋友成个家。倩倩她条件不错，对我也挺好，我是真的想跟她好好住下去。要是她知道我只是个司机，肯定会跟我分手的。陈总，看在我爸给您开了6年车的份上，你就再帮我这一次。他的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可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让我觉得可笑至极。我盯着他看了几秒，忍不住笑了。李志刚，你哪来的脸跟我说这种话？陈总，你小点声。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我录用了你，对你百般宽容，一忍再忍。可你呢？天天带着女朋友上我的车，让她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让她在我的座位上贴纸条骂我，让她带人在我的别墅作威作福，打人砸东西。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帮你？你爸身体不好，他让你来接他的工作，是希望你能好好干，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养活自己。他不是让你来糟蹋这份工作的，更不是让你拿着我的车、我的别墅去外面骗女人的。陈总，我没有骗，我就是什么？就是告诉许倩倩你是公司老总，就是带她来我的别墅，告诉她这是你的房子，就是开着我的车在她面前装大款。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诈骗！李志刚彻底慌了，他双腿一软，差点跪下来。陈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太想留住他了。你太想留住他，所以你就拿我的东西去充门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们打了我，还摔碎了我妈留给我的遗物。李志刚，事到如今，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帮你？面对我的质问，李志刚的脸色白得像纸，他张着嘴，浑身都在发抖。陈总，我可以赔？那块玉佩是我妈的遗物，她拿命换来的东西。你拿什么赔？就在这时，许倩倩终于忍不住了。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志刚哥哥，这个废物跟你说了些什么？李志刚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志刚哥哥，你怎么不说话？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是挑拨离间了，还是又威胁你了？你别怕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他要是敢威胁你，我们就报警。我就不信了，一个蹭车的还能翻了天不成？倩倩，你别说了。什么？
我为什么不能说了？难道你真的被这个废物威胁到了？你快别说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哪样？难不成还真像这个废物说的那样，你是他司机不成？说到这儿，许倩倩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么荒唐的话，也就是这种蹭车鬼说得出来。志刚哥哥，你快打他们的脸，快大声告诉我们，到底谁是总裁，谁是员工？对呀，李总，你快表明身份，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对，倩倩姐还等着你为她出头呢。志刚哥哥，你倒是说话呀！他们说的是真的。你说什么？陈总说的是真的，他是全盛集团的总裁。那辆车是他的，这栋别墅也是他的，我只是他的司机。李志刚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许倩倩的心上。你说什么？李志刚，你再说一遍。倩倩，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就是太喜欢你了，我怕你知道我只是个司机会看不起我，所以我才……所以你真的一直在骗我？你跟我说你是全盛集团的总裁，说你开着宾利住着大别墅，说你是身家上百亿的成功人士，结果你就是一个司机，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司机。倩倩，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知道我跟我朋友怎么说的吗？我说我男朋友是总裁，是富豪，是成功人士，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只是一个司机，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朋友？你让我怎么面对所有人？够了！你们要吵要闹，以后有的是时间，但现在有几件事必须说清楚。第一，你未经我的允许擅自把我的别墅提供他人使用，造成别墅内的家具和物品多处损坏，这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第二，你擅自使用我的车辆用于接送他人，造成车辆损耗，这也是非法使用。第三，你隐瞒真实身份，以我的资产为幌子欺骗他人感情欺诈。第四，这是我母亲的遗物，现在被你的女朋友摔碎了，这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陈总，我不是故意的，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陈总，这是刚才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所有损坏的物品都已经拍照取证，包括您身上的伤也已经记录在案。你起来吧。陈总，你愿意原谅我了？原谅？不，我只是让你起来说话。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儿，那是警察的事儿。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因为你爸的面子给你任何特殊待遇。那个陈总是吧？今天的事儿是个误会，我不知道这车和房子是你的，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我是蹭车的，所以就可以随便打人，随便摔人家的东西？我已经报了警，警察应该很快就到。你打人损坏他人财物的事，我势必会追究到底。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配合警察的调查。李志刚，你倒是说句话！你不是说你会保护我，会永远对我好吗？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姐姐，我连自己都保不住了，还怎么保护你？门外响起了警笛声，警察走了进来。警察同志，这些人当众对我进行诽谤殴打，还弄脏了我的别墅，毁坏了我的家具，喝光了我收藏的酒，打碎了我母亲的遗物，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不接受任何调解，请你们严肃处理。行。民警点了点头，很迅速地将参与到这件事的人全部带去了警局。我去医院处理伤口，开好报告后，便带上所有的资料去往了警局。警局内，那些原本气焰嚣张的许倩倩朋友们，此刻全都愁眉不展。之前他们之所以对许倩倩百般讨好，完全是因为忌惮李志刚全盛集团总裁的身份。可现在，他们所以为的总裁夫人，原来只是个司机的女朋友。而我这个被他们欺辱的人，却成了他们最该讨好的存在。许倩倩这会儿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她受到了此生最大的打击，不单单是要面对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她今天口口声声说最痛恨蹭车鬼，结果闹了半天，她自己才是那个蹭车的。这个事实，她无法接受。刑警们拿着我带来的资料一一核对，清算出来了，光是你们在别墅里喝掉的那几瓶酒，市场价就超过1000万，加上那些被他们弄坏的沙发、地毯，总共2000万。一听到这数字，众人纷纷骇然变色。2000万，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你都那么有钱了，还跟我计较这点钱干嘛？就是，这只是个误会而已，说犯不着把我往绝路上逼吧。你们喝酒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现在要我别跟你们计较是什么意思？怎么，有本事闹，没本事赔？都是因为你没有搞清楚情况就胡说八道，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全盛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你要脸吗？没错，要不是你邀请我们去别墅里玩，我们怎么会惹上事儿？这2000万你一个人承担，就想让我们给你摊钱？面对这些人的指责，许倩倩怒气冲天，毫不客气的反击。你们这群废物，还有脸说我？以为我是总裁夫人的
的时候对我百般讨好，恨不得给我舔鞋。现在出事了，就一个个翻脸不认人是吧？就你们这下贱德行，一看就是天生当狗的料。许亲亲当场跟他的朋友们对骂了起来，要不是警察及时拦下，他们差点都打起来了。一通争执过后，这一群人又开始为自己狡辩，都说自己没喝什么，全部都是别人喝的，更没动手打我。后来警察拿出我别墅里的监控，在高清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他们才闭了嘴，哑口无言。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进行赔偿。有的人为了不坐牢，到处诉苦要钱，砸锅卖铁，东拼西凑，完成赔偿之后颓然离去。有的人则因为这件事收到了另一半的离婚协议，还被亲朋好友拉黑，他们钱也借不到，只能依法被关押拘留。至于许倩倩，整个行动她最积极，她身上背的债务自然最多。李志刚，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必须得为我负责。陈总，咱们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求求你，看在我爸给你开车这么多年的份上，给我一个面子，别计较了吧。给你面子？李志刚，你能不能要点脸？你觉得你在我这儿还有面子吗？从今天开始，你被开除了。还有心情为别人求情，不如想想怎么自保。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去。就这样，许倩倩和那些付不起赔偿金的人都被起诉送进了监狱，而李志刚则因为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数罪并判了5年。许倩倩因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了3年。她那些没凑够赔偿的朋友也都各自领了刑罚，有的离了婚，为自己的贪婪和嚣张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宣判那天，老李也来了，一个劲儿的给我道歉，说他对不起我，是他没教好儿子，让我受了委屈。我没说话，只默默地转身离开。经过这件事儿，我彻底懂了。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你退一步，别人就会跟你退一步。有些人，你越是包容，他就越是得寸进尺；你越是心软，他就越是敢骑到你头上。你的善良必须要带点锋芒，不然只会被人当成软柿子捏得粉碎。